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复仇之所以成为古今中外戏剧的常青题材，就是因为它让人看了身心舒畅。以牙还牙，这逻辑好懂又经典。做错事就是要付出代价，而不然嘞？而这个代价与造成的伤害，最后还要分量相当。例如杀人犯就该一命偿一命，否则判太轻；打小孩的人也应该被打，否则就是便宜他。这样的硬爆理论在台湾很流行，打遍无敌手。但居然有个大大的特例。曾有一群人与政府的公权力合体，一起迫害他人，却从没被要求出来面对。甚至还有许多声音要求受难者与家属不要问，很可怕，快放下过去，往前走吧。这群特例就是台湾转型正义中常年缺席的加害者们。到底为什么加害者能躲起来，而找出加害者会不会真的导致台湾族群四分五裂？这些加害者，等一下，加害者听起来好像存心要害人，但当时是戒严呢，在党国尊我假心，宁我假盟的威权统治下，谁敢拒绝命令？这可是情势所逼，身不由己啊。这样说似乎有点道理，毕竟当时到处都是小警种，大家都很抓，如果敢拒绝，可能真的一秒就换你受难。但再仔细想想，若一个加害体系中只有少数领导者在 work， 而没有各种的分工与分层来配合，这个组织就不能稳稳的运作。也就是说，老板都是你们惯出来的。不是，是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承担了部分的责任。当然，如果可以把错都推给高层，从此大家都当回好人，将往事留在风中，这个想法真的很诱人。就连今日被封为转型正义模范生的德国，都曾在2战后面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时，出现类似的声浪：拼经济优先啦，别再揭疮疤啦。德国，我还以为是台湾呢。1963年的法兰克福大审判立下了服从即是有罪的原则，管你只是听命令执行的路人甲也要来接受审判吃牢饭。但原则是原则，实际上还是要到68学运后，新生代要求开启世代对话，拜托诚实告诉我们2战时的事情，社会上才逐渐凝聚出共识，要求加害者们说出真相，负起责任。透过这个过程，除了依法给予加害者适当的惩罚，宽慰了许多受难者与家属的心，更让加害者系统中每个角色都现出原形，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侵害人权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。唯有这样，才可能真正达到 Never Again。相较之下，台湾威权时期的加害者始终没有出面，进而影响到历史真相的还原。例如，我们至今都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人在228与白色恐怖期间受难，更别提许多不当逮捕、拷问与杀害过程，甚至最后受难者长眠的地点，仍是家属心中最痛的问号。这个问号没有消失，真相没有出炉，转型正义就只能卡关。然而追究加害者真的好难啊！要是一个没弄好，很可能加深对立，导致激烈的冲突发生，民主宝宝也许就跟着GG了。因此，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学德国以审判为主的方式对待加害者。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非。南非曾经施行长达40年的种族隔离政策，剥夺黑人的公民权，还推动全方位的不公平政策，对付反抗者更是血腥镇压，监禁刑求样样来。直到1994年曼德拉上台，政府才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要来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，却也马上遇到困难。因为当时许多军警与有权势的人都是种族隔离的加害者，若采用德国的审判方式，很有可能因此集结起来反叛。另外，许多暴行也因为发生年代久远难以收证，预计在审判的过程中会耗掉国家庞大的司法资源。种种的考量之下，南非走出一条新的折中道路，就是大赦委员会。这个大赦并非赦免所有人，而是符合条件的。例如，并非出于个人贪婪动机的犯罪者，坦白交代自己犯下的过错，才有资格申请大赦。许多听审会透过广播、报纸或是电视等方式呈现，让加害者必须接受公开道德谴责。但也有人不买单，批评这并非真正的正义，不该由受难者或家属以外的人来赦免。但对于南非而言，这却是各方协商出来最能兼顾社会安定的方式。回到台湾，一直以来缺席的加害者，在2019年随着转型正义资料库的建立即将现身，我们有机会对于这段历史有更多的认识。但是，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加害者呢？这些加害者也许知道更多细节，有些可能心怀愧疚，我们又该如何让他们好好说话呢？找出他们并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需要透过还原真相，让大家一起反省，并从中厘清加害者应当负起的责任。困难一定在，但忽视伤口也一定不能解决问题。加害者已经隐身在国家机器后面太久，这导致上个世代大多对政治感到恐惧，也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。
台湾有独特的文化与历史底蕴，在面对这难解的议题，我们能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，正是加害者的脸孔，并反省出专属台湾与过去伤口的共生之路呢？这条路，上路喽！